大家好，我是基德。前段时间有个活动叫地球1小时，号召大家把灯全给关了。其实这种作秀活动的主要受众是欧美人，他们不管是公共场所还是家里，对节约水电其实是没有概念的。所以你让他们关灯1小时，属于戳到了基点，他们感觉就跟过圣诞节一样，热闹开心。然后平时该吃吃该喝喝，那换到我们中国人身上，其实有点黑人问号的意思。试问在座的各位，谁从小到大敢不关水龙头吗？谁离开房间敢不关灯吗？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对于节约水电这件事的社会教育深入骨髓，已经到了做噩梦强迫症的程度。有的人被妈妈骂的晚上躺床上会反复怀疑自己没关厕所灯，还得爬起来再去看3遍，这还有必要关灯1小时吗？朋友们，咱们搞个开灯1小时活动好不好？号召父母转变观念，对孩子好一点，别骂了，真的。我们要用产品经理的角度去看待环保宣传。这个地球1小时的创意在10多年前开始火爆全球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它参与门槛低，又热闹，关灯之后大家纷纷点上蜡烛，美如画，又适合媒体传播，所以流行程度才会这么高，属于4A 广告公司都做不出来的顶级策划和执行。但是再好的方案也是有受众群的，不是放之全球皆准的。非洲部落人士家里没灯，那肯定参与不了。同理，咱们中国那么多横幅，那么多水龙头上贴着的标语，牺牲了那么多公共场所的审美，换来的可比这个关灯1小时要多得多。什么叫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啊？这就是。话说回来，与此同时，我绝对支持并号召大家搞环保，这不是保护人类，主要是保护每个人家门口的空气和那条臭水沟子。这2天有个世界地球日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环保宣传活动，是现代人类文明中环保概念的老祖宗，在中国也搞了10多年了，还是可以参与一下的。那么今天不说场面话，直接上干货，告诉大家中国人这20年来除了拼命干活赚外汇，在环保上到底做了哪些事。这是国新宇航制作的植被变化图，在卫星镜头下，我国几片著名的沙地经历着肉眼可见的变化，前后对照一下，这是2016，这是1984。从3万米高空来看，可能有些抽象，我们还可以直接看地表的记录。10几年前饱受中年危机困扰的山坡，现在都长满浓密的植被。这些照片并不是孤立，在地理信息遥感中，有一种更专业的手法叫 NDVI， 能让研究人员看更大范围的绿化情况。它的原理很简单，植物光合作用能改变反射光，这种改变能被卫星探测，进而转化成反映绿化的指数。在中科院资源环科数据中心，我找到了中国2002至2017年 NDVI 空间分布数据集。随着季节轮替，绿色的发际线逐渐深入。2019年Nature 有篇文章用 NDVI 研究全球，发现中国延伸的这片绿单起过去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 25%。 重复一遍，单起过去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 25%。 那么中国是怎么变绿的呢？肯定不是靠原谅得来的，这一切都归功于种树。说起种树，大家可兴奋了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冒着有劲的风险抢受绿色能量。阿拉善的梭梭树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在这一点上蚂蚁森林值得夸，它让我们不知不觉就参与环保，与千里之外的1亿棵树、140多万亩森林扯上关系。营造这种氛围非常不容易，所以联合国环境署给蚂蚁森林颁了2项奖，各国纷纷推出自己的蚂蚁森林。强调一下，这不是一个恰饭视频。不过蚂蚁森林，蚂蚁意思也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屋子里真正的大象。中国拥有一股真正的时代洪流，那就是3北防护林工程，即在西北、华北和东北地区用70年时间疯狂种植人工林，直到改变整个中国北部的地形地貌。这工程量浩大的像是菩萨发宏愿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还是比较夸张的。截至2019年，3北工程植树超过 4.5 亿亩，退耕还林超过5亿亩。为什么要种树呢？主要还是3北地区有中国8大沙漠和一眼看不到头的戈壁。这些荒凉的地方就像瘟疫，你不管它，它会主动出击，把自己周围的地盘全部变成沙漠，那我们的可用耕地就会减少。而且这些沙漠还会往黄河里疯狂灌泥沙，造成下游河床高耸，把我们的母亲河变成危险的凶河。我们与沙地的关系是暧昧的，可以说是进进出出。一方面，沙地想要进来，大家小时候一定听说过北京的沙尘暴，它背后是一条从黑龙江蔓延到新疆的万里风沙线。另一方面，人又想出去，出去的起点是汉代开始的屯田政策，内地耕地有限，人们只能改造外面的世界。改造的结局就是过于单调的农业生态系统承担不起一丁点灾祸。所以这是一个人类在沙地的边界反复试探，然后被沙地一波暴起反推，节节败退的故事。为了制裁沙地嚣张的势头，3北防护林工程从1979年启动，计划有3个阶段8期工程，现在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第6期。它的思路是主动出击，在400多万平方公里的3北地区搞绿化，把沙地的家给抄了。说到这里，不管别人支持不支持，我相信北京和河北那一块的居民肯定是支持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我们印象中的绿化一般是种树，但实际情况很复杂。比如干旱地区降雨太少，树长不起来，盲目种树反而会造成地下水枯竭。这时更好的选择是灌丛或者草地，比如在茅屋肃杀地。绿化最常用的方法是我国独创的草方格，成方格的麦草能降低近地风速，没风了水就多了，咱们湿湿的，让沙生植物有条件在方格里面发芽，整个过程不需要额外的水分，等下雨就行。完美。在气候适宜的地方种树的气候障碍没了，但还是头疼，因为人工种的树林生物多样性比较低，太脆弱。比如咱们生态工程最开始就单种速生林，长得倒是快，但遇到病虫害基本一锅端。那么现在大家吸取了教训，采用混交林，情况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混交林终归还是替代不了天然林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要祭出另一个大招，与三北工程组成 CP 的退耕还林政策。这个政策打的是感情牌，叫我把我的肺掏出来给你看看。在沙地搞绿化不是难吗？我现在砸钱把已经是耕地的地方变成树林，这总行了吧？比如这种山上的梯田，比如土地肥力不行，粮食长不好的那些田，反正凡是不适合种田的地方，我们都按计划放弃。怎么放弃呢？国家出钱。当然了，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只要人还留在农村，就只能去开拓耕地，这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。你要硬给钱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村民会去搞赌最后输的1分钱不剩。这时候退耕还林政策精细又鸡贼的地方来了，它与工业化、城镇化绑定在一起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与2000年相比，我国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产业，其从业人口减少了1.6亿，这主要是发展工业化的结果，农夫进城打工去了。这带来一个问题，咱这田是不是没人要啊？正好种树是一个巧妙的过渡方案，城市需要工业人口，农民乐意放弃低效耕地，国家在顺势每年奖励你几百斤粮食，只要你顺势把这些耕地种上树，你去打你的工，等这些树长大了，所有权还是你的。最关键的是，也不需要你精细化运作，随便种种，把废弃的田交给大自然，它自然就会还原成生态林，这可谓是三方共赢，一石百鸟。当然了，有些地方会瞎种一些抽水机组，把地下水吸干了，搞得退耕区连年大旱。所以国家也有规定，每个县种的生态林不得低于80%，剩下的你可以种经济树木卖钱。所以干旱的情况最近这些年有所好转，直到现在退耕还林的地区越来越像天然林。比如在四川农村，以前没见过的野猪、野鸡、麂子，现在倒是出门打个酱油买个菜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。城镇化把农夫变成了工人，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态工程的动力，但它本身自带的问题却逃不掉。随着汽车工厂向心集中，大气污染很快就扛不住了。到2011年，多地 PM2.5 爆表，那时候我们没办法，为了搞发展，这是必经之路，咬着牙也得认。这个阶段属于经济发展的阵痛期，舆论上有很多质疑的声音。那么接下来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后来做了什么？中国能源现状可以用6个字概括：富煤、缺油、少气。石油和天然气烧了基本是二氧化碳和水，但煤炭很容易冒出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这样的污染气体。但没办法呀，工业要用电，吹空调要用电，看这个视频也要用电，总不能用爱发电吧？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么解决的。这些年各地火电厂纷纷升级自己的技术，发展超临界发电技术。这不是我在卖萌你们可以去查查，真的有这个词。历史爱好者经常调侃，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如何花式烧开水。但有一说一，烧开水真的是个技术活，大家对烧水一无所知。在22.129兆帕，在374.15度的条件下，水会进入超临界状态，水失去气态和液态的分界线，液态水和水蒸气的密度变得相同。这时候如果继续加温加压，水就会进入超临界状态，推动发电机组的效率能飙升到45%。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使用煤的现实，毕竟地里只能挖出这个，但我们能让煤更充分的燃烧和做工。现在我们新建的基本都是超临界发电厂，全世界78%以上的超临界都在中国，还可以吧？升级传统技术做缓冲是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也有。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、风能发电市场和光伏生产基地，核电站存量第2，在建第1。这些大家听的耳朵都起老茧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中国人挺喜欢拼这些的，确实很有成就感。能源之外，处理白色污染我们也重视了。2007年，国务院发布限塑令，同时大力支持塑料回收行业，使得我国在 PET 塑料回收上发展的非常好，回收利用率能达到90%以上。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，为了更好的赚钱，塑料回收企业一个劲回收 PET， 国内用完了就去国外进口，结果其他品类的塑料回收就落下了。为了减少进口垃圾带来的污染，同时从源头倒逼国内企业提高塑料综合利用率，我国在2017年发布洋垃圾进口禁令，没有
好用的洋垃圾，国内企业只能想办法提升知识水平。有一个项目应运而生，叫垃圾填埋场无害化处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以前埋起来的垃圾挖出来利用。目前在天津、滨海新区等地试点。这项技术听起来简单，但其实涉及到垃圾渗滤液、垃圾成分、微生物环境，总之非常复杂。但毫无疑问，它一旦成功，立刻就能让回收行业原地起飞，用填埋垃圾替代洋垃圾，真正实现闭环的回收利用链条。好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主要在讲人的故事，其实也只讲了冰山一角，真正操作起来非常复杂，涉及到具体地方发展，小工厂不愿关门，工人没地方去等等一堆问题啊，这些问题就留给公务员去思考，麻烦你们。接下来是环保最生动的视角，让我们回到动物身上。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方，江苏盐城便是我国重要的滩涂湿地，以3种动物出名：丹顶鹤、麋鹿、中花鲟。我们拿丹顶鹤先生举例子，它是候鸟的代表，每年要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到盐城之间来回迁徙，这在东亚候鸟里算短的了。有很多鸟从俄罗斯境内出发，终点要飞到澳大利亚，在这么长的旅途中，它们中途要找个地方歇脚补充能量，这时候就该沿途的各种湿地上线了。以前因为大家疯狂种田，湿地越来越少，候鸟飞着飞着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，就像让你从广东开车开到北京，中间没有服务区，饿了你只能下车到路边抓虫子吃，这得多累呀！现在随着盐城生态修复的完善，东部沿海迁徙通道集中着东亚50%以上的候鸟，而其中有300多万只都可以在盐城服务区歇脚了，有水有鱼有大保健，美滋滋。在盐城生态变迁中，有个东西叫防波堤，做了一回历史的见证人。过去我们不断扩张耕地，甚至向滩涂进军，与海浪肩并肩。为了防止田被海水给浇了，人们还在海边修防波堤，跟大海干架。但是农田仍然在盐碱化和海浪中凌乱。现在随着耕地退还给自然，滩涂生态系统自组织的发育起来了。现在你看到的画面，植物群落以一条清晰的界限划分开。你可能以为这是人工导致的，其实这完全是自然的效果。在潮间带，海水退去后，太阳会把剩下的海水烤干，这里就会形成高盐度区域，只能生长适盐植物。在海水够不到的地方，耐盐植物又占据主导。滩涂生态系统就用这种神奇的梯度分布，抵御海浪，沉淀海沙。在过去几年里，海岸不断延伸，以至于防波堤只能像个失恋的老寡妇一样，看着远处的海浪望洋兴叹。没事啊，以后再给你拆了。撑起这一系列的生态恢复，离不开自然保护区的设立。大家可能以为自然保护区和公园差不多，只是面积比较大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自然保护区有严格的3区原则，最外层为实验区，这里允许旅游、居住和农业生产，但所有工厂都要迁出去。再往内是缓冲区，这里是科研院所进行调查的地方。最里面是核心区，这里禁止一切人员入内，擅自闯入可以追究刑事责任。自然保护区需要一系列配套，科研、保护、资源利用都要有。1988年，中国科学院创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。CERN 目前设立44个野外站点，配套气候观测、生态监测和生物调查，用来指导生态建设和农业生产。我们在自然保护上下这么大力气，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立竿见影的生态服务价值，植被长起来，水土流失、土地盐碱化和山洪泥石流自然就解决了。另一方面，自然保护也有更加隐性的考量，那就是战略生物资源计划。这个词听起来很复杂，其实不难理解，就是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，咱们的生命科学已经转向数据密集型科学。重要的是数据。如果我们拥有高度的生物多样性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拥有庞大的生物信息，比如其中可能储藏着能治疗癌症的紫杉醇，或者能用作免疫试剂的后凝固酶原，这些都是人类科技暂时摸不到的地方，那就留着以后再摸。除了数据之外，单是生态系统复杂的运行和调节，就够自动化控制的博士钻研到秃头了。咱们的生态系统要给科学家好好留着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环境史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。环境史从狩猎采集开始，走过刀耕火种，又走过精耕细作，最后来到工业化的现代。中国30年来的生态建设给环境史递上新的答案，原来还可以这么写。从一棵树到一座城，最后联系到繁复的自然万物，其实我们真的做了一件蛮大的复杂工程了，只是身在其中感觉不是很明显。现在正是东南季风兴起的时节，小区的树荫下不停有风在吹，它不仅是我此刻感受到的气流，它还连接着风吹起和风止息的地方。在风吹拂的这片大地上，环境裹挟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也在生态循环中为人类寻找合适的一环。正如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，珍爱地球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